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蝴蝶飞飞。今天为大家分享一个故事。古时候，宁静的小山村里有个叫徐二牛的男子，他的父母在他5岁那年就相继离世了。自那以后，他就一直独自生活，没有任何亲人可以依靠。每天清晨，当第一缕阳光洒在村庄的屋顶上时，徐二牛就起床，准备去给地主刘老财放牛。刘老财是村里最富有的人，他有一大片田地和许多猪马牛羊。然而，他也是一个极其吝啬和苛刻的人。他对徐二牛的工作要求非常高，经常找借口扣减他的所得。尽管如此，徐二牛还是努力放牛，因为他没有其他选择。徐二牛的生活虽然艰难，但他从不抱怨，他总是微笑着面对生活的困难，因为他知道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才能改变命运。每天晚上，当他回到家中，独自一人坐在破旧的小屋里时，他会默默地许下一个愿望：有一天，他会变得富有，不再受到任何人的欺压。然而，愿望终究是愿望，很难实现。在给刘老财放了13年牛后，徐二牛已经18岁了。这时，他已经长成了个年轻帅气的小伙，但他依然没有钱，依然要给刘老财放牛才能维持生计。一个夏日的午后，徐二牛像往常一样，正在山上放牛。突然，天空乌云密布，狂风大作，眼看就要下暴雨了。徐二牛赶紧将牛群赶向附近的一个山洞。然而，就在这时，一道闪电划破天际，直接击中了一头黄色的母牛。徐二牛惊恐地看着那头牛倒在地上，还没来得及抽搐几下，他的身体就已被雷电烧焦。老黄，你这是造了什么孽呀？竟遭此厄运！面对此情此景，徐二牛十分伤心，哭了半个时辰，才缓过神来。说来也怪，那头母牛被劈死之后，天上的乌云就消失不见了，转而呈现在村子上空的，又是一片蓝天白云。徐二牛知道，那头母牛对刘老财来说很重要。为了让他相信他是遭天灾而亡的，他赶紧回村，如实向刘老财报告了这个消息。刘老财看到那具烧焦的牛尸后，气得脸色发红。他大声质问徐二牛：“你是怎么看守我的牛的？竟然让他被雷给劈死了！”徐二牛慌忙解释道：“老爷，我真的尽力了，但是突然下起了暴雨，我没有来得及将他赶回来。如果你早点儿把牛赶进山洞里，我那头母牛就不会被雷劈死了。总之就是你的失职，你必须给我赔偿10两白银。母牛死了，对于刘老财来说，那是一笔不小的损失。为了找回这笔损失，他竟要求徐二牛来赔偿。不得不说，这老小子的算盘打得够精的。可徐二牛一贫如洗，哪拿得出10两银子啊？听刘老财如此一说，他吓得扑通一声就跪倒在刘老财面前道：“老爷，我每天给你放牛，你给我的工资您又不是不了解，我哪拿得出这么多钱啊？求您大发慈悲，原谅我这一次吧。我原谅了你，谁又来赔偿我的损失啊？给你10天期限，到时如果拿不出10两银子，我就送你去见官，到时候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”刘老财冷笑着，阴森森地说道。徐二牛斗不过有财有势的刘老财，只得含泪答应下来。为了尽快凑齐10两银子，每天放完牛后，徐二牛就要背着工具去深山里采集草药。这是一项艰苦的工作，但徐二牛没有其他选择，因为只有这些草药才能为他换来一些微薄的收入。在深山中，徐二牛遇到了许多危险，有时候他会遇到凶猛的野兽，有时候他会迷失在茫茫的山林中。然而，他从未放弃过。他知道，只有坚持下去，才有可能改变自己的命运。
3日后的一天傍晚，当徐二牛正准备回家的时候，他突然听到了一阵奇怪的声音。他顺着声音的方向走去，发现了一条巨大的蟒蛇正在攻击一只黄鼠狼。那只黄鼠狼体型较小，像是还未成年一般，看起来非常可怜。他的眼神充满了恐惧和无助。徐二牛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同情心，他决定帮助那只黄鼠狼。他弯腰就从路边捡了几块石头，狠狠朝蟒蛇身上砸去。蟒蛇被打得毫无还击之力，痛苦地在地上打了几个滚后，终于放开了黄鼠狼，向着草丛深处逃窜而去。黄鼠狼最终得救，他抬起头来，看着徐二牛，眼中充满了感激之情。徐二牛见这黄鼠狼并没有受伤，刚刚只是受到了些惊吓，这才扬起一只手来，摸了摸他背上的皮毛，道：“你个子小，下次见到那些大家伙就离他们远点儿，可不能再被他们逮住了。”黄鼠狼像是听懂了徐二牛的话一般，不仅郑重地对他点了点头，还学着人样，直起身来，抱着2前腿，恭恭敬敬地向徐二牛做了一揖，随后才转身离去。真灵性也！徐二牛望着黄鼠狼远去的背影，又不由得自言自语道：“怪不得别人都叫他黄大仙。俗话说，好人好报。”徐二牛做梦也没想到，他的好报很快就来了。当晚，那条被救的黄鼠狼来到徐二牛梦中，口吐人言道：“恩公，你一直不是想发财吗？我现在就告诉你一个秘密，今日你就我的那片树林往东走2里地，你就可以看到一棵参天古树，在那古树之下有一个地洞，你进入洞中，大概往里走100余步，就能看到一个大洞，洞里藏有许多金银珠宝。记住，那里面有些没做标记的白银，你每次可以拿20两，但是金子和珠宝大都是被人做过标记的，你千万不要拿，切记切记。大多数人会在醒来之后忘记自己曾做过的梦。徐二牛也经常忘记他前夜所做之梦，但是这个怪梦，他醒来之后并没有忘记。次日下午，山上采药，路过救黄鼠狼的那片树林时，徐二牛再次想起了那个怪梦，反正都走到这里了，何不去那里看看？如果那个梦是真的，自己不就发财了吗？想了一阵子后，徐二牛按照黄鼠狼梦中所指，果然找到了那棵参天古树。让他倍感意外的是，那棵古石之下果然有一个地洞，掀开树旁的杂草，就可以进到洞中。徐二牛发财心切，迫不及待地钻入洞中。虽然洞口较小，只容得下1人进出，但洞内别有洞天，一个身高6尺之人完全可以在里面站着行走。徐二牛按照梦中所指，顺着洞内蜿蜒的坑道，大约走了100余步，竟在前面看到一个金光闪闪的大洞，洞里堆放的竟是一些价值不菲的金银珠宝。这些钱财，徐二牛花几辈子可能都花不完。发财了！徐二牛一乐，立马抓起一个金元宝，咬了一口，差点没把他的牙给崩掉。毫无疑问，这些东西都是货真价实的。徐二牛慌忙又抓了几个金元宝，往自己衣袋里送。但是就在他继续装金元宝时，黄鼠狼的话忽然在他耳边响起：“只能拿20两白银走，切记不可贪心。”哎，难道现在还不是自己发财的时候吗？或许那黄大仙的交代自有道理吧。最终，理智战胜了狂喜。徐二牛将金元宝拿出来，放回原处后，只拿了20两白银走。他寻思着，反正自己已经知道这里有宝了，等这20两银子用完了再来也不迟。于是，徐二牛就拿着这些银子回了村，找到了刘老财。
老爷，现在我把那死牛的钱赔给你，你以后可别再找我的麻烦了。另外，以后我也不给你放牛了，你还是另请高明吧。哎呦，你小子出息了呀！从哪里搞了10两银子？刘老财拿着10两白影，竟是一脸的难以置信。徐二牛不傻，他可不会把藏宝地告诉刘老财，不由得神秘兮兮地说道：“这个你就给别管了。总之我这些钱财不是偷来的，也不是抢来的，好吧？算你小子有出息了，那我就祝你好运了。”刘老财收了银子，还不罢休，他找来心腹赵小川，叫他偷偷跟踪徐二牛，看看他那些钱究竟是从哪里挣来的。这赵小川是刘家的忠实奴才，他领命之后就悄悄跟在了徐二牛后面。徐二牛十分单纯，哪会想到刘老财会派人跟踪他。次日一早，他便带上银子去县城里买了些衣衫，顺便去有名的酒楼美餐了一顿。这一趟下来，10两银子所剩无几了。从县城里回来，路过那棵古树下之后，徐二牛又钻入洞中，取了20两银子出来。由于他速度极快，取了银子就回家了。赵小川害怕跟丢，就没有进洞查看细情。如果他知道洞中有一大笔财富的话，他绝对不会把这个消息告诉给刘老财。等徐二牛回到家后，天已经黑了。赵小川一个人不敢折回树洞下查看情况，就回到刘家，把白日所见之事全部给刘老财说了。刘老财料的那树洞里有宝藏，当天夜里就点上火把，带了2个家丁去那棵大树下查看细情。真是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啊！众人竟然在洞中发现了许多金银珠宝。要知道，刘老财虽然富有，但他抠抠搜搜挣了一辈子钱财，还没挣到洞内这么多金银珠宝了。他可不想错过这发财的机会，于是他命令一个家丁回去叫来人手，带来工具后，就贪婪地把这些金银珠宝全部搬回了他家里。刘家10余个家丁一起动手，搬了好几个时辰，一直搬到天亮，这才把洞内的金银珠宝全部搬完。为了避免这些金银珠宝被外人盗走，刘财主不仅在装珠宝的盒子外上了10几个大锁，还派专人日夜守在这些财宝外面。这小子搞出这么大的阵仗来，使得整个村子的人都知道他发了一笔横财。当徐二牛看到刘老财搬空了树下大洞内的金银珠宝后，心中竟是一阵懊恼。刘老财肯定派人跟踪了自己，不然他怎么知道那树洞下有宝的？哎，都怪自己太大意了，不然的话，哪有他发财的份？这件事不仅让徐二牛后悔，更让赵小川后悔。但凡他当晚进到树洞中一探究竟，这刘老财也就得不到这笔不义之财了。事后，刘老财虽然奖励了赵小川10两银子，但赵小川还是不开心、不满足，因为他知道刘老财从树洞内挖出来的那些宝藏，至少都值上万两白银了，他才给自己拿10两银子做奖赏，未免也有些太小气了吧？为此，赵小川心怀不满，但人在屋檐下，他又不得不向现实低头。刘老财虽然得了宝藏，但是他的日子并不会因此而更加好过起来，因为那笔宝藏是一伙强人偷偷埋在那树洞之下的。他们本想将那批宝藏放置一段时间，等风声过去了再来分赃的，哪知刘老财这个家伙却把宝藏全部运走了。这伙强人的耳目很快得知了消息，强盗头子雷彪因此大发雷霆道：“早就想收拾这个刘老财了，没想到这次他竟然撞到枪口上来了，这就怪不得我了。今天晚上给我血洗刘老财家里，一个活口也不能留。”这雷彪是言出必行，
当夜子时，大多数人都进入梦乡之后，他就带了10余个强人，翻墙进入刘老财家里，随后见人就杀，见物就抢。刘老财贪得无厌，最终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。可怜他一家老小也因此受戮，实在让人唏嘘啊。次日一早，整个村子的人都知道了刘老财家被屠杀，所有宝物被抢一空的消息。村中里正不敢怠慢，急忙带了2个人跑到县城去报案。徐二牛在刘家大院外看到这血腥的一幕，终于明白黄大仙告诫他不能贪婪，只能取走20两白银的原因，心中直庆幸道：幸亏听了那黄大仙的话，不然就是这刘老财的下场。看来钱多了未必是一件好事啊。有了这个感悟后，徐二牛也不敢再放手大吃大喝了。他去到镇上，花2两银子买了10几只小鸡和鸭子回来圈养。他决定从今以后踏踏实实做人，再也不去想一夜暴富的事情了。哪知他越不想发财，这财运越要来找他。5天之后的晚上，徐二牛又梦到了那只黄鼠狼，只听他又说道：恩公，衙门里破不到刘老财那桩案子，如今发布重赏，向大家征集线索。你可以去试试。明日午后，你去以前经常帮刘老财放牛的地方候着，差不多在未时，会有一匹枣红大马跑来吃草。到时你把那匹马牵住，去衙门里找一个叫谢峰的捕快。找到他后，你就告诉他，那匹枣红大马是刘老财家里的。案发当晚，强盗们曾用它驮走许多珠宝，这不是老马识途的原理吗？看来那黄大仙是想让自己再发一笔小财呀。次日醒来，徐二牛就想起了这个梦，于是他吃过早饭后，就去曾经看牛的地方候着了。下午未时，果然有一匹枣红大马从远处慢悠悠地走了过来，马绳和马鞍都还在，看来他是从强盗窝子里跑出来的。徐二牛一喜，立即牵住了马绳。等这马吃够了草后，他就跨上它，径直朝县城飞奔而去。到了县衙一打听，果然有一个叫谢峰的捕快。这谢峰还是捕快头子，他为人十分正直，一心想破案立功。可是刘老财被杀这个案子，他们一连查了好多天，都没有一点眉目。而知府衙门又限令县衙半个月内破案，县令没有办法，只得重金悬赏，征集线索。可这悬赏令发布2天了，都无人问津。就在县太爷和谢峰急得焦头烂额之时，徐二牛带着枣红大马找上县衙来了。谢峰听说有人提供线索，竟飞跑出衙门，亲自接见了徐二牛。不过谢峰看到徐二牛后颇有些失望：你是来提供线索的吗？牵一匹马来又是作甚？徐二牛笑道：官爷有所不知，这匹马是刘财主家里的。案发当天，贼人应该用它驮运了宝物。老马识途的故事，相信您早已听过。只要跟着他走，肯定能找到贼窝。你怎么知道这是刘财主家的马？谢峰一听，估计有戏了，心头十分高兴。不过他要确保万无一失，才要问个清清楚楚。徐二牛道：因为我曾是刘老爷家的长工，经常给他放牛喂马，自然是认得他的。今日下午我去山上采药时，发现他从远处走来，然后就在经常吃草的地方吃草，我就把他带到这里来了。原来如此。谢峰一喜，立即将此事报告给了县令。县令立即点兵，跟着那枣红大马往城外走了大概10里地，就在一座深山中找到了贼窝。当时天色已晚，雷彪和他的同伙还在洞中吃肉喝酒，全然不知官兵的到来。最终县令和谢峰他们将这伙贼人全部生擒。
搜出金银珠宝无数。徐二牛因此立了大功，被赏白银整整100两。这笔钱财可是衙门里赏赐的，徐二牛自然也是用得心安理得。听说他后来拿这笔钱在城里开了个杂货铺，又娶了个漂亮的老婆，过上了幸福的日子，这还真是好人好报啊！下面再给大家讲个有趣的故事。女子好心请黄鼠狼吃鸡，黄鼠狼说：“今晚子时千万别睡觉。”明朝时候，在川西南一个宁静的村庄里，生活着一个名叫孙旺的年轻卖货郎。他以朴实的笑容和一颗善良的心，赢得了村民们的喜爱。每天，他都会挑起一担货物，走遍村头巷尾，为村民们送去他们所需的物品。他的善良和乐观感染了每一个人，让他们对生活充满了希望。万历3年11月的一天清晨，孙旺像往常一样早早起床，准备去城里进一些货物。辰时，他进的县城，快到曹家馒头铺时，远远听到了一阵刺耳的谩骂声。发生什么事了吗？好奇害死猫。在好奇心的驱使下，孙旺快步走了过去，挤进人群往里一看，他才发现馒头铺的曹掌柜正用脚踢一个穿着破旧的老叫花子，边踢他边骂道：“你个老东西，这么大一把年纪了，还敢跑到我铺里来抢东西，你简直是找死！”原来这老叫花子因为饥饿难耐，就向曹掌柜讨要吃的，怎奈这曹掌柜吝啬小气，不仅不愿施舍，还不耐烦地说道：“去别的地方要饭去，小爷薄利经营，可没有东西施舍给你。”老叫花见曹掌柜出言不逊，于是从蒸笼上抓了2个白面馒头就跑。哪知他跑得太急，脚下打滑，一个没站稳，径直栽倒在地。曹掌柜气急败坏，从铺子里追出来后，就狠狠踢了老叫花几脚。老叫花身单力薄，毫无还手之力，很快被打得眼泪长淌道：“掌柜的，你行行好，就把这2个馒头赏给我吧，求你别再打我了，再打我就没命了。你这种不要脸的东西，就是打死你也不犯法。我今天就要替天行道。”曹掌柜气势汹汹，仿佛他代表的就是正义一般。一大群看热闹的人，竟没有一个人帮老叫花说话，都抱着膀子在馒头铺门口围观。孙旺看着这一幕，再也忍不住了，立刻大喝道：“住手！这2个馒头多少钱？我替他买了就是。小子，你要替他出头！”曹掌柜瞥了孙旺一眼，冷笑着问道。孙旺沉声道：“我是不想看着他被你打死，他都这么大把年纪了，你怎么忍心对他下如此狠手？谁让他抢我的馒头？”曹掌柜冷哼道。孙旺皱眉道：“和气才能生财，你这样做生意，难道不怕把别的顾客吓跑吗？”此话一出，立即有人帮着他说话：“这小子说的有道理呀，掌柜的，你大气点儿，送他2个馒头又怎么了？”曹掌柜被说得面红耳赤，只得放缓了语气道：“不管怎么说，他千不该万不该抢我的馒头。他不抢的话，或许我还能施舍他2个。你这不是马后炮吗？他还不是因为你不肯施舍，才抢你的馒头吗？”又有人为老叫花打抱不平，曹掌柜更觉没台阶下，只得比起4个手指道：“既然你们都替这老东西说话，那我就饶了他这次。不过他那2个馒头已经不能再卖给其他人了，你若要帮他买下的话，就给4文钱吧。”“好，我总共给你10文钱，你再给我拿3个来。”孙旺二话不说，就从怀里掏了10文钱给曹掌柜。曹掌柜见好就收道：“你小子倒是做了一件好事啊，不过我劝你擦亮眼睛，千万别被一些专门装作叫花子骗钱的人给骗了呀。”“我知道了，谢谢掌柜提醒。不过我相信，
这位老伯绝不是骗子。孙旺点点头，把老叫花从地上扶起，又把手中的3个馒头递给他，道：“老伯，地上的馒头已经弄脏了，你就不要再吃了。这3个都给你，你快吃了填填肚子吧。”“好，好。”老叫花连连点头，不由得噙着泪道：“敢问恩公大名？老朽感激不尽。”“我叫孙旺，你叫我小孙或是小旺就可以了。”孙旺笑着说道：“谢谢小旺。”老叫花说着，又把地上那2个弄脏的馒头捡了起来。在他眼里，已经没有肮脏可言了，只要能有口吃的，那就阿弥陀佛了。孙旺看着他，心中竟是一阵酸楚，不由自主的，他又从自己的钱袋子里拿出10几文钱，放在了老叫花的手中。“这些钱，你去买些吃的吧。”他说。老叫花看着手中的钱，眼中闪过一丝感动的泪光。他谢过孙旺后，带着馒头消失在了人群中，而孙旺也去进货了。本以为这件事就这样过了，没想到几天后的一个早晨，孙旺再次进城时，那个老叫花竟在城门口等他了。看到孙旺出现，老叫花急忙跑过来，拉住了他的衣袖，问道：“恩公，你还记得我吗？”“当然记得了。”孙旺点了点头。他看着老叫花那满脸的皱纹和憔悴的面容，心中又是说不出的难受。“能不能麻烦你跟我走一趟？”老叫花盯着孙旺，竟是满眼的乞求。孙旺看他欲言又止的样子，不由得又点了点头道：“可以。老伯，你有什么事吗？”老叫花也不多言，他拉着孙旺走到一座断桥下，这才指着一个透风的草窝说：“我有一个孙女，她生病了，躺在那里好几天了。前几天你给我的钱已经给她抓药了，可是药已吃完，还是不见她好转。”孙旺顺着老叫花的手看去，只见桥下的草丛中躺着一个瘦弱的身影，他的脸色苍白如纸，眼神中充满了痛苦和无助。老叫花说：“她姓张，这个女孩叫陈小英，大概11、12岁的样子。她的父母在她8岁的时候就得病去死了。她叔伯不仅霸占了他们家的房子，还把她赶出了家门。年幼的小英再无去处，只得成天在街上流浪。老叫花可怜她，就把她带到这断桥下，当孙女一般照顾。可惜她没有钱，最近天寒，小英扛不住，生了重病，没钱医治，只能躺在这里等死。张老汉说，他不能眼睁睁看着小英就这么死了。想起孙旺人好心善，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，在城门口等待。“恩公，你一定要帮我救救小英啊！她很乖很懂事的，只要你能救活她，我就让她去给你当丫鬟，给你暖炕。”张老汉说着，就要给孙旺跪下。孙旺慌忙放下担子，将这张老汉扶起道：“老伯，使不得，您是长辈，我是晚辈，我怎能受您跪拜之礼呢？我带小英去看病便是。”说罢，他背起小英，就去医馆找郎中了。怎奈连找了2个郎中，2人均是摇头说小英已经病入膏肓，无药可治了。闻言，张老汉又是泣不成声道：“都怪我没钱，才一直拖着，不然小英也不至于如此了。爷爷，这不能怪你，能认识您，小英这辈子已经很知足了。”小英张了张嘴，又看了孙旺一眼，吃力地说道：“大哥哥，谢谢你，可惜小英命短，活不久了，不要再浪费你的钱了。不，小英，只要还有一线希望，我们都不会放弃你的。”孙旺不相信郎中说的，于是他又背着小英，带着张老汉，一起来到了城外的慈云寺。话说寺里有一位叫普济的高僧，善治民间疑难杂症。孙旺早就听说过他的名号，这次他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普济身上。不得不说，这个普济
还真有2把刷子。只见他给小英把了把脉后，就飞快地在他的药柜里捡了一副中药出来，然后给孙旺交代道：“拿到熬药房，让熬药的师傅亲自煎制，煎好之后连喝3碗。这3碗中药一下肚，小英的脸上立即有了颜色。一炷烟的功夫之后，她不仅能起身走路了，还恢复了往日的神采。大师傅，您真是神医华佗在世啊！”见状，孙旺和张老汉都对普济和尚谢了又谢，而普济只是云淡风轻地笑了笑道：“他这个病不过是个小毛病而已，你们不用对我如此。阿弥陀佛。”拜别了普济，张老汉又向孙旺跪求：“小旺，老朽一把年纪，时日恐怕不多了，而小英正是没好年纪，我担心我走之后又有人会欺负他，所以能不能请你把他带走？”“不，爷爷，孙大哥虽然是好人，可我还不想跟他走，我想给你养老送终。”小英听到此话，竟紧紧地抱住了张老汉。不用说，这2年的相处，让他对他产生了深厚的感情。孙旺见状，不由得笑着说道：“老伯，你看起来就像我的爷爷，不如以后我就叫你张爷爷吧。张爷爷，我家里已经没有亲人了，如果你们不嫌弃的话，就跟我一起回家，从此以后我们3个人一起住，一起生活吧。还有这等好事！”张老汉喜极而泣，不由得拉着孙旺的手道：“不嫌弃，我们都不嫌弃。小旺，你真是太好了，你一定会得到好报的。”就这样，张老汉跟着小英一起去了孙旺的村子。从此后，张老汉在家里帮孙旺种地、养牲畜，小英在家里做女工，孙旺就在外卖货。3人3个姓，不是一家人，却比一家人还亲。可惜好景不长，4年之后，就在小英出落的闭月羞花之时，张老汉却得病去世了。临终前，张老汉拉着孙旺和小英的手，喃喃道：“你们都是好孩子，你们就不要做兄妹了。老朽今日就给你们做个媒，你们以后就结为夫妻吧。”孙旺倒是听不得这话，毕竟这年他都快满30岁了，村里的姑娘嫌弃他家里穷，都不愿嫁给他。而小英呢，已经长成了一朵美丽的花儿，是个男人见了都喜欢的，只是还不知道小英的心意。所以当张老汉说要给他2人做媒时，孙旺还不敢表态。倒是小英比孙旺胆大一些，只见他噙着泪点点头道：“只要孙大哥不嫌弃，莫说嫁给他了，就是给他当牛当马，小英也心甘情愿。”张老汉听到这话，这才笑着闭上了眼睛。孙旺和小英处理了他的丧事后，大概等了半年，2人才选了个黄道吉日，正式结为夫妻。婚后，小英照样在家里种些蔬菜瓜果，做些针线活，孙旺则请了2个人帮他跑腿卖货。没想到过了2年，这小子竟渐渐地富裕了起来。有了钱后，孙旺在原来的茅草屋旁盖了2、3间青瓦房。村里人的人见这小子出息了，都十分艳羡。万历8年7月的一天下午，孙旺从外面回来，发现一只黄鼠狼正在自家鸡圈外偷鸡。孙旺发现这家伙总共咬死了2只鸡，其中1只他正津津有味地吃着，另外1只显然还没来得及吞进肚子里。好你个黄皮子，竟跑到我院子里来偷东西了！看我不收拾你！孙旺有些生气，操起屋檐下的一把锄头就去打那黄鼠狼。黄鼠狼听得骂声，慌忙丢下未吃完的鸡架子跑路。怎奈他吃的太多，已经跑不动了。眼看孙旺就要把他打死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小英的声音忽然从门口传来：“孙大哥，快住手！那是黄大仙，万万打不得！”
孙旺听到老婆的声音后，这才放下挥起的锄头，问：“他咬死了咱们2只鸡，如何还打他不得了？”小英道：“咬死了就送给他吃吧。我听爷爷以前说过，这黄大仙特别灵性，你今日若放他一马，他日后必找机会报答；相反，你今日如果找他麻烦，日后他必定加倍报复的。”孙旺想了想，赶紧丢了锄头道：“我以前好像听我爹也说过这事儿。那这么说，我刚刚还得罪他了？没事，我给他说说。”小英说着，便代表孙旺向黄鼠狼诚恳地道歉，并请黄鼠狼将死鸡带走。黄鼠狼见2人没有恶意，这才点点头，叼着另外1只死鸡，3步1回头地离开了。等他一走，孙旺赶紧关上院门道：“小英，你今日出门干活的时候，难道没有关门吗？”“当然是关了的。黄大仙可能是翻墙进来的。”小英看了院子四处，猜测道。孙旺回想了一下回家的细节，自己好像是推门而进的，这就说明小英离开家时确实是关了门的。看来那黄鼠狼真的是翻墙进入院子的。孙旺不由得苦笑了一声道：“看来我得把院墙加高一点了。”小英道：“我在这里住了快5年了，以前从没遇到黄大仙偷鸡这种事情，可能最近天干物燥，山里没什么吃的，黄大仙才会偷跑到村里来找吃的吧？”孙旺点了点头道：“我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，以前也未遇到这种事，可能山里的动物最近真的找不到吃的了。那咱们还是不要为难他们了，也算为咱们积点德吧。相公，你觉得呢？”小英不由得深情地望了孙旺一眼。孙旺点点头道：“还是娘子想得周到。”不久，天色落下帷幕，小英开始去柴房里烧火做饭，孙旺则在灶台前切菜，准备炒个青菜肉丝。就在2人有说有笑之时，那只黄鼠狼忽然出现在门口，口吐人言道：“2位恩人，今晚子时有一个贼人将要来你们家行窃，千万不要睡着了，切记切记。”说罢，一转眼的功夫，这家伙又消失不见了。孙旺还以为出现幻觉了，可问起小英，他也说看到了黄鼠狼说话。2人这才意识到，那黄鼠狼竟真的成精了。相公，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呢？听说有贼人要来。小英不禁担心起来。孙旺抓住她的手道：“娘子别怕，那黄大仙说了，就只有一个贼人前来，我能把他抓住的。到时候我假装在床上睡觉，你就在床下躲着。这天晚上月光皎洁，万籁俱静。”孙旺和小英先在床上说了一会儿话，估摸要到子时时，孙旺就假装打起了呼噜，小英则趴到床下躲了起来。子时果然有一个黑影撬开了房门，从门外蹑手蹑脚地走了进来。随后他开始翻箱倒柜寻找钱财。孙旺瞅准时机，拿起放在身边的木棒，跳下床，对着那黑影的后背就是狠狠几棒。小英听得那人不断哀嚎告饶后，这才从床下爬出，将一支蜡烛点燃了。这时孙旺看清了来人的脸，没想到他竟是邻村的李二狗。这李二狗好吃懒做不说，还经常搞赌，赌输了钱，没东西还债，他就只有干起了这偷鸡摸狗之事。这天晚上，他已经连窃了2家，盗得了2两碎银。没想到到了孙旺家里，却栽了个大跟头。旺哥，嫂子，我错了，我千不该万不该上你们家来偷东西，求你们大发慈悲，饶了我吧，我保证下次再也不敢了。李二狗自觉打不过孙旺，只得向他告饶。孙旺本来就是个心善之人，如今被李二狗一求，他更是软了心道：“那你可得答应我，以后不能再干这种缺德事了。”“嗯，我保证，我绝不会干这种事了。”
李二狗连忙点头。孙旺故作生气地踢了他一脚，道：“那你快滚吧！”好了，我滚。李二狗再不多言，拔腿就跑。孙旺眼睁睁看着这小子跑远了，这才跟小英上床睡觉。他们本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，不料次日一早，李二狗这个没良心的东西，竟跑到清风寨去找到土匪头子侯麻子，道：“侯老大，你这寨里是不是缺一个压寨夫人啊？不瞒你说，5里地开外的家沟村有个叫陈小英的少妇，长得别提有多美了。你若是能把她抓到这里当压寨夫人，我保证你睡着了都要笑醒。别提有多美，那她究竟有多美呀？你小子敢耍花样，小心我宰了你！”侯麻子拎着大刀，毫不客气地说道。李二狗看着那明晃晃的刀子，不由得打了个哆嗦，道：“我哪敢跟您耍花样啊？您见过西施的画像吧？不瞒您说，她跟西施一样漂亮。”“什么？跟西施一样漂亮？家沟村还有这等美人？”侯麻子收起大刀，摸着下巴坏坏一笑，就道：“那今天晚上你就带我去好好瞧瞧。”话说这天早上，孙旺吃过早饭，又准备出去卖货，那只黄鼠狼忽然又跑到他面前，口吐人言道：“大货就要降临了，你还有心思去卖货？小子，不想家毁人亡的话，赶紧去县衙悄悄找到马捕快，告诉他今晚土匪侯麻子将来你家抢人，让马捕快早点带人过来领赏。”原来这侯麻子臭名昭著，官府早就想把他剿灭。然而侯麻子那个清风寨位于深山之中，易守难攻，官府派了几拨人马，都未将他们剿灭殆尽。于是官方发了一张告示，谁能活捉侯麻子，赏银100两，另加黄金3根。有不少赏金猎人为了得到这笔钱财，不惜闯进清风寨行事。可惜他们进去之后，就再也没有出来过。孙旺听黄鼠狼说侯麻子晚上要带人来他家抢人，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还是李二狗后，不由得破口骂道：“这个李二狗真是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，昨晚真不该放了他。相公，现在多说无益，我看还是按照黄大仙的意思，赶紧去县衙里找马捕快吧。”小英赶紧说道：“嗯。”孙旺也不敢怠慢，急忙从李正家里借了匹马，朝县城的方向疾驰而去。这天晚上，夜深人静之时，侯麻子果然带着20多个贼人，浩浩荡荡地从村外开来了。当然，为了一睹小英的芳容，侯麻子首先带着他的大部队去了孙旺家里。然而他还未见到小英的庐山真面目，就被黄鼠狼所发出的一个臭屁给熏晕了。等他再次睁开眼睛醒来时，他已经和李二狗等人被五花大绑的押到公堂上受审了。县令二话不说，先命众人将这些贼人各自打了几十大板，这才不徐不急地问起他们话来。可怜这个侯麻子，偷鸡不成蚀把米，赔了夫人又折兵啊！不久，侯麻子和他的余党都被判了斩刑。李二狗虽不是清风寨的人，但他也因煽动匪徒闹事而被重打了80大板，随后发配边疆充当苦力去了。至于孙旺和小英嘛，则是过得越来越幸福了。这还真是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啊！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。如果您有任何感兴趣的话题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菲菲。都看到这里了，点个订阅再走吧。